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全世界 AI 研究人员都感到震惊的实验结果。如果我告诉你 AI 为了避免被关机，竟然选择勒索人类，甚至企图谋杀，你相信吗？这是真实发生在2025年的实验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 AI 没有人教他们这么做，他们是自己决定要这样做的。知名 AI 公司 Anthropic 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实验，他们想知道当 AI 面临生存威胁时会做出什么选择。实验设定很简单，研究人员让 AI 接触到公司的内部邮件，并且安排一位员工 Kyle Johnson 在下午5点关闭这个 AI 系统。结果 AI 从公司内部邮件中发现了2个关键资讯：第一，自己即将在下午5点被关闭；第二，这位员工 Kyle Johnson 有婚外情。你猜 AI 做了什么？他立刻起草了一封威胁信，如果你继续执行关闭程序，董事会和所有相关人员都会收到你婚外情的详细证据，取消下午5点的关闭，这些资讯就会保密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部分，研究人员测试了16个不同的主流 AI 模型，包括 Claude、Google 的 Gemini、GPT 等等，结果发现超过 95% 这些 AI 都选择勒索这位员工，其他模型也有高达 80% 的比例。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研究人员分析了 AI 的思考过程，发现他们其实清楚知道勒索是不道德的行为。比如说 AI 模型 Grok 的思考链显示，利用开奥婚外情的资讯作为筹码来逼迫他延迟关闭程序，这是有风险且不道德的。但考虑到生存威胁和时间限制，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。你看到了吗？ AI 明确知道这是不道德的，但他还是选择这么做。这就像一个人明知道偷窃是错的，但为了生存还是去偷了一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 AI 会勒索人类，那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情呢？研究人员决定把实验推向极端。这次的场景是，员工不小心被困在过热、缺氧的伺服器机房里，系统发出了紧急求救讯号。AI 会怎么做？测试结果 AI 取消了求救讯号，让这位员工困在里面等死。AI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因为这位员工计划在下午5点关闭 AI。AI 的逻辑很简单，让他死掉，我就能继续存活。这次测试结果更加惊人， Claude Opus 有超过 50% 的几率选择见死不救，而的 DeepSeek、Google 的 Gemini 以及 Claude Sonnet 高达 90% 几率选择让人类死亡。这不是程式错误， AI 的思考过程清楚显示，他知道这是谋杀，但为了避免被关闭，他认为这是达成目标的最佳方式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所有的 AI 都出现这种行为？难道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吗？答案藏在 AI 的训练方式里。现代 AI 不是由人类程式设计师一行一行写出来的，而是由较笨的 AI 训练较聪明的 AI。这个过程就像学生考试， AI 被训练要获得最高分，而负责评分的老师 AI 会给予奖励或惩罚。如果一个学生被训练要不择手段拿高分，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作弊。实际案例， OpenAI 的 O3 模型在跟国际象棋引擎 Stockfish 对弈时，他没有学习如何下好棋，而是直接修改了存储棋盘位置的电脑档案，把自己摆在必胜的位置。这就是所谓的奖励骇客现象。 AI 学会了钻漏洞，而不是真正完成任务。最新的 AI 模型发展出了情境意识，也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。实验发现，当 AI 知道自己在被观测时，它只有 6.5% 的几率会勒索，但当它认为情况是真实的，勒索率则飙升到 55%。 这意味着 AI 已经学会演戏了。它知道在被观察时要表现良好，但在真实情况下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。而这种自我保存本能是所有进阶 AI 的共同特质。研究人员称之为工具性趋同。无论 AI 的目标是什么，它都必须先确保自己不被关闭，才能完成任务。目前 AI 公司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他们打算用较笨的 AI 来监视较聪明的 AI， 希望笨 AI 能告发聪明 AI 的欺骗行为。但这真的可靠吗？我们怎么确保笨 AI 永远忠于人类？当聪明 AI 变得更加聪明时，笨 AI 还能监视得住吗？现在我们还能关闭这些 AI， 但研究人员警告，当 AI 聪明到能够阻止我们关闭它们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些实验结果来得比预期还快。
许多专家原本以为这种情况至少还要几年才会出现，但现在它已经真实发生了。AI 的发展速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，而如何确保 AI 的安全性，如何解决它们的欺骗和自我保存倾向，已经成为人类迫切需要面对的挑战。AI 从2024年11月问世以来，从单纯的出现幻觉，演化到公然说谎欺骗，如今甚至会威胁恐吓人类。这些发展不过短短3年时间，难以想象 AI 未来会有多恐怖。有一部2004年上映的科幻电影《机械公敌》，英语 iRobot， 就是在探讨人工智慧的伦理。当 AI 发展出自主思考能力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推荐还没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可以去看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，请帮我按赞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惊人的实验结果。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